韦伯望远镜到底拍到了啥？总之这100亿花的太值了，因为它一出手就打破了哈勃的记录拍摄到了以前我们没有看到的景象。那现在你看到这个照片是7月11号发布的，这是韦伯版本的宇宙深空场。那么以前最深最远的记录是哈勃在1994年创造的，当时他拍摄了哈勃宇宙深空场，然后又不断对同一区域提高曝光时间，刷新自己的观测深度。在这期间诞生了哈勃超深场以及最后的哈勃极深场 XDF。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哈勃极深场，它是超深场的一部分，只占全天空的3200万分之一，其中包含了5500多个星系，是哈勃在50天的时间里对着一个很小的区域总共曝光超过200万秒的时间，这相当于整整23天的时间所获得的深空图径。那么其中最年轻的星系是宇宙诞生以后4亿年的模样，那换句话说就是从这张照片中你看到的星系几乎涵盖了整个宇宙的历史。这个观测记录一直保持到今天，然后就被韦伯的这张照片给打破了。里面的主角是距离我们46亿光年的星系团 SMACS 0723，其中包含了数千个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些星系的形状出现了畸变，这是因为这个星系团的质量非常大，产生了引力透镜效应，就像放大镜一样造成了背景星系出现了这个形状的畸变。其实哈勃以前也拍摄过这个星系团在这两张照片的对比之下，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到韦伯太空望远镜不仅看到了以前从未曝光过的天体，也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的细节。据说在这些背景星系中有些星系的光是来自于135亿年前的，它比哈勃看到的宇宙年轻了1亿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只是韦伯的开始，未来它会给我们提供越来越深的宇宙途径，我们有望能够看到更加遥远的星系，甚至是宇宙诞生以后的第一批星系。那下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望远镜的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以及这些彩色照片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韦伯它比哈勃到底强在了哪里其实照相机跟我们的眼睛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物体是因为我们有视感细胞的存在，它可以感受光线的强度，也就是光子的多少。其次就是还有3类视锥细胞，它们分别可以感受这个颜色红色、绿色、蓝色。那么不同的颜色就对应了不同的波长范围，这3种颜色互相叠加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5颜6色的世界，这就是光学3原色 RGB。那照相机略微不同，它想要看到东西必须有感光元件，但不是视锥细胞，而是一种电荷耦合器 CCD 它的上面分布着大量的光面元件，那么其中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像素，那么每个像素点都可以对光的强弱做出反应的，说白了就是捕捉光子的多少，那么光子越多就代表越强，当然就越亮，那么光子越少就越弱当然代表越暗这跟视感细胞确实有点像。所以说照相机就是一个捕捉光子强度的机器，然后可以把它们转化成不同强度的电信号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或者是把这些信息直接传回地球分析一下就有了图像。那么由于 CCD 只能感受到光的强弱，对吧？不能看到颜色，所以传回来的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所以说你如果想要看到颜色的话，就需要视锥细胞一样的这个东西那在照相机里就是滤光片它的工作原理大致是这样的，在每一个像素点上都有红绿蓝3种颜色滤光片，那么每种颜色滤光片只让特定波长的光通过，所以照相机在照相的时候就会形成3张照片，也就是说红光波长下的照片绿光波长下的照片，蓝光波长下的照片，然后把这3张照片的信息给它叠加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彩色照片了那么当然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上的照相机还有其他波长的滤光片，比如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紫外线波段还有红外线波段，把这些波段的信息也给它叠加上去就形成了伪彩色照片。比如哈勃拍摄的 SMACS 0723这个星系团就是用了7个不同的滤光片，其中有3个可见光滤光片，波长分别是435、606、814纳米分别对应了 RGB还有4个红外线滤光片，波长分别是1050、1250、1400、1600纳米。每种滤光片只让特定波长的光子通过，然后哈勃就在每种波长下一个一个的捕捉光子，最后将所有的信息全部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星系团的模样了。那么当然韦伯它的拍摄原理它也是这样的但是韦伯比哈勃的分辨率以及所能观测到的波长范围要广，尤其是在红外线波段韦伯有绝对的优势，原因有以下2点。首先是韦伯太空望远镜自身的温度很低，我们知道望远镜要想看到东西必须要接收到来自物体释放出来的电磁辐射，但是望远镜它自身也有温度，它也会向外释放出电磁辐射的，这是望远镜自身固有的背景噪声
你只有让这个背景噪声变得足够低，也就让望远镜的温度足够低，才不会干扰目标物体释放出来的电磁辐射，对吧？这可以理解吧？由于哈勃的温度总是在200开徘徊，所以它能够接收到的极限波长是2000纳米。那么波长更长的光就会被哈勃望远镜自身的噪声给淹没掉了。那韦伯就不一样了，它在背对太阳的同时还有5层遮阳罩，这样就可以把温度被动降到40开以下。因此它的近红外照相机就可以接收到的波长极限是5000纳米。那么除此之外，韦伯还有主动冷却系统，它可以将中红外照相机冷却到6开左右，因此它能够接收到的波长极限是28000纳米，这远远超过了哈勃的极限那么由于宇宙诞生以后的出现了第一批星系它们发出的光，不管是可见光还是 X 射线，现在随着宇宙的膨胀已经红移到了红外线波段。我们现在只有通过韦伯对红外线超强的敏感性，才能捕捉到这些星系的身影，所以韦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破哈勃的观测深度，对吧？那么其次就是韦伯的口径是 6.5 米，是哈勃的 2.7 倍，这可以提高韦伯的分辨率，因为大的口径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收集更多的光子这意味着韦伯不仅比哈勃可以曝光更暗更遥远的天体，而且相同的观测任务韦伯花费的时间更少，这就是韦伯的优势，它有更大的尺寸，有更低的温度，有更长的波长覆盖范围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韦伯拍摄的另外4张照片，这4张照片我在上个视频已经讲过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一下。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去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